嘿，大家好，本贤者今天继续向大家重温一些博德之门三相关的背景和小知识，我们就不卖关子了。我首先把有最大可能性成功取出我们主角口里的夺心摸蝌蚪幼虫的方式说出来吧，就是通过魔鬼拉斐尔。我们已经知道博德之门上的故事主轴就是围绕我们的冒险者脑中被植入的夺心摸蝌蚪而展开的。不过呢，在游戏过程中，你当然也可以尽情利用脑中的夺心摸蝌蚪异能来度过各种的难关，并且获得相当厉害的特殊技能。这就好像前作博德之门1跟2的巴尔后裔主角那样，通过付出某些代价，获得诸如特殊技能，甚至直接后期变为一个夺心魔，但我估计会比夺心魔更厉害之类的新生物。这再一次跟之前的巴尔后裔相呼应，我们的查内姆后期就可以变身成为巴尔的杀戮者。然而呢，我相信我们会有不少玩家宁愿取出这个怪物虫子。在 EA 版本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任务尝试取出夺心摸蝌蚪，就让我们来一一分析了。第一种方法，一般来说，我们遇到的第一种除掉寄生虫的方式是去找德鲁伊医师内地。不过很明显了，他没有本事能把夺心摸蝌蚪取出来，到头来还要我们发誓，如果即将完成变身，要我们喝下他给的毒药。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大德鲁伊哈尔辛，通过他的对话得知，他无法直接救助我们，不过他建议我们去月初之塔寻找答案。不过呢，那就是第二幕的剧情了，我们现在无法得知这个方法是否可行。第三种方法，地精女祭司，这准确来说是一个陷阱。他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之前，要我们把队友支出去，还要我喝下他的一瓶药水，以便净化，才能得到来自至上真神的帮助，去除寄生虫。没开玩笑吧？这个夺心摸蝌蚪本来就是跟至上真神的势力有某一种关系的。而我们后来也知道，这是地精女祭司的一个陷阱，目的是囚禁我们的主角，并套出信息。第四种方法，我们的营地作家瓦罗，他提议用一把巨大的针头亲自帮我们动手术，用物理方式强行取出寄生虫。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主角的眼睛都瞎了，都还拿那个夺心摸蝌蚪没办法。看来传统的方法真的无法奏效。第五种方法，鬼婆。如果我们寻求鬼婆的帮助，付出一只眼睛作为代价的话，可以从过场动画得知，我们的夺心摸蝌蚪几乎要被鬼婆的法术拉出耳朵了。可惜事与愿违，鬼婆的法术出了岔子。他最后发现我们的寄生虫已经被奈瑟瑞尔古代法师帝国的法术染指了，也就是说，经手我们的夺心摸蝌蚪幼虫的可不仅仅只有夺心摸，还有一种幽暗法术在起作用。鬼婆认为这种法术就是延迟我们变身成为夺心摸的原因之一。当然了，鬼婆不想跟奈瑟瑞尔法术扯上关系，也就无法再给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帮助。第六种方法，
光耀般的夺心魔奥米伦。作为一个夺心魔，奥米伦当之无愧是除掉寄生虫的专家了。可惜这个脱离夺心魔主脑控制的夺心魔 NPC， 也只是发现了哈尔星和鬼火早已发现的事实。我们的夺心魔蝌蚪幼虫被某种强大的法术动手脚，就连奥米伦这个夺心魔自己都无法安全地取出寄生虫。第7种方法，艾莱泽尔要求我们去吉斯洋基养育间寻找所谓的进化师。这个进化师会给我们一张护符，贴在我们的头上，就可以净化掉我们脑中的夺心魔蝌蚪的污染。按理来说，吉斯洋基人作为夺心魔的世仇，拥有除掉寄生虫的特别技艺，这并不奇怪。但是我们会遇到著名的养鸡人小队，养鸡人队长说了一句：你受感染了，唯一的进化之路就是死亡。而战斗过后，艾莱泽尔认为养鸡人小队背叛他们的女王，所以吉斯养鸡人的养育间传统治疗方法是否可行，只能在正式版才能揭晓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呢，吉斯洋基人也只会用他们传统的方式去除寄生虫。但是我们的夺心魔蝌蚪可不是普通的寄生虫，里面还掺杂着奈士瑞尔古代法师帝国的法术呢。第8种方法，就是我们的堪比雍拉斐尔，这位来自9域的魔鬼，一现身就口气挺大的，而且对我们遇到的夺心魔蝌蚪延迟变身这种情况都一清二楚，并且声称可以提供方法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但是这可是魔鬼的教义，大部分队友都建议不要轻信这个魔鬼，以免落入他的陷阱。先不说我们要得到拉斐尔的帮助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到底魔鬼有没有除掉被奈士瑞尔法术和至上真神养殖的寄生虫的本事呢？谜底揭晓，答案是可以。从博德之门官方漫画可以得知，漫画的主角之一，前代精灵队友科朗的半精灵儿子，也被信仰至上真神的夺心魔捉了，并且感染了寄生虫。这就跟我们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跟他受感染并死去的父亲科朗不同，克莱达在9域冒险的时候，曾经跟魔鬼签订了炼狱契约。如果需要签订者履行这份契约的话，当然就不能让其死亡了。而且夺心魔转化还会让签订者的灵魂逃脱契约，所以魔鬼大公派手下将克莱达的寄生虫取出来。不过就算有魔鬼大公的力量，也需要在为时已晚之前尽早取出虫子就是了。如此看来，拉斐尔并非是在吹牛。作为一个魔鬼，他是有本事应付这种情况的。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请记得点赞哦。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留下评论，我会尽力回复。谢谢大家的观看。